他的声音，他不是大声，他会突然这样子。林太太跟丈夫结婚30多年，从结婚到现在，常常因为先生在睡觉时发出的鼾声，让同床的林太太因为噪音而无法入眠，也因为先生的打呼噪音，影响全家人的睡眠品质。像要那个气会断掉这样。我们曾经分床了10年，就为了打呼。一起睡的小女儿，她才2、3岁，她就会说：“爸爸打呼好大声哦。”都被他吓醒。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调查发现，超过60%男女都曾因打呼所苦，而高达60.8%的台湾男性表示自己会打呼，其中因为伴侣打呼而选择分房的女性则有21.5%。精神科心理师表示，打呼容易让枕边人睡眠中断，也容易影响双方关系。必须慎重看待打呼问题。整合了这次的调查结果，所以已经影响到睡眠问题，是另外一半已经被这个声音吵到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数据就是刚才说的，几乎有26.8%。好，你因为对方的声音而吵到，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睡眠。这2个研究整理了过去的资料，以后发现睡眠问题差的情况之下，另外一半的婚姻关系也跟着变差。不过，心理师也表示，调查也发现，睡眠问题虽然会影响与枕边人的关系，但改善打呼问题就可帮助女性提升睡眠品质，进而也能显著改善双方关系。目前标准的诊断是做睡眠的检查，那不管是让病患在睡眠中心做一个整个晚上的睡眠检查，那确诊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，那目前我们主要有3种治疗的方式。第一个，除了减重。那个体型控制之外，我们的目前标准的做法有包括阳压呼吸器，包括开刀，包括使用牙套的治疗。那目前最有效、最首选的其实是阳压呼吸器。医师表示，在确诊有呼吸中止症状后，除了开刀选择之外，也可考虑选择使用阳压呼吸器，利用呼吸器气体压力来撑开呼吸道，使呼吸道畅通，进而减少打呼声之外，也能让身边枕边人顺利入眠。原视新闻已故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。